大家好，我是阿光。买回来的瘦肉再也不要炒着吃了。今天分享一道不一样的新吃法——酸汤滑肉。这样做出来的肉片鲜香滑嫩，汤汁酸爽开胃，主要是操作还十分的简单。如果平常你也喜欢吃，今天就跟着视频一起来了解一下具体是怎样做的吧。首先准备一小块里脊肉，里脊肉的纹路十分的清晰，我们在切的时候千万不能顺着纹路切，一定要逆着纹路切。肉片我们也不要切太薄，大约在一个硬币的厚度就可以了。这里我们尽量的切大一些，这样吃起来才过瘾。全部切成视频中这样就差不多了。把切好的肉片放在准备好的小碗中备用。接着准备一个小碗，往碗中加入2大勺的红薯淀粉，然后再加入少量的清水，用勺子充分的搅拌一下，使所有的淀粉完全溶解在水里面，调制成视频中这样的粘稠度就差不多了。接下来我们把红薯淀粉全部倒在瘦肉里面，然后下手充分的抓拌均匀，使每一块肉片都能够裹上红薯淀粉。这里我们尽量的多抓拌一会儿，充分的抓拌均匀，使肉片的表面都能够裹上薄薄的一层红薯淀粉。加入红薯淀粉是给肉片起一个保护的作用，我们在操制的时候肉片就不会柴，那样吃起来就非常的鲜嫩。充分的抓拌均匀，放在一旁腌制10分钟左右。下面我们简单的准备一些配菜，准备一个西红柿，清洗干净，然后再切成薄片。我们切的时候不要切断，像视频中这样尽量的切薄一些，然后再转过来把西红柿切成小条，同样我们也不要切断。西红柿含有大量的番茄红素，也是小朋友们特别喜欢吃的。接着把西红柿立起来切成西红柿丁，这里我们尽量的切小一些，这样方便成熟也方便入味。全部切好以后放在准备好的小碗中备用。接下来我们简单的准备一些配菜，准备一小把去皮的大蒜，先切成薄片，然后再剁成稍微细一点的蒜末。全部切好以后放在准备好的小碗中。接下来我们再准备一小块去皮的老姜，同样也切成薄片，然后再切成稍微细一点的姜丝。老姜有增加食欲和去腥的作用。最后把老姜全部切成稍微细一点的姜末，全部切好以后和蒜末放在一起。接下来准备一小把清洗干净的香，首先把葱白切成稍微短一点的葱花，全部切好以后和姜蒜末放在一起。接着把剩下的葱叶全部也切成小段，切好以后放在准备好的小碗中备用。接着我们再准备一小把金针菇，把根部切下来，然后再把金针菇撕散开来，这样方便成熟也方便入味。全部处理完之后，把金针菇放在准备好的凉水中，下手抓洗一下，因为金针菇的表面难免有一些灰尘或者是杂质，这里我们也要多淘洗2遍，把水洗至很清澈就差不多了。接下来准备一小把清洗干净的上海青，放在小碗中备用。下面我们开始操作，起锅加入少量的食用油，然后把切好的葱姜蒜末放在锅中，开小火煸炒，充分的炒出葱姜蒜的香味，然后把西红柿丁也倒在里面。我们这里要开大火，充分的翻炒一下，把西红柿炒出汤汁，这个过程大约在2分钟左右。这里我们要不停的翻炒，充分的翻炒均匀，把西红柿炒干水分，然后慢慢的把西红柿炒出汤汁。亲爱的朋友们，视频都看到这里啦，
谢您花菜的小手点个赞再走呗，您的每一个点赞留言都是我前进最大的动力。把所有的西红柿全部炒成视频中这样的粘稠度就差不多了。接下来我们往锅中加入多一点的温水，然后我们简单的调下味，加入1大勺的生抽，接着我们再加入1大勺的蚝油提鲜，接下来加入1大勺的食盐，然后加入1大勺的鸡精，接着我们再加入1勺白糖提鲜，开大火把锅里面的汤汁烧开，然后把准备好的金针菇倒在锅里面，准备好的上海青也下在锅中，稍微的翻动一下，使所有的配菜受热更均匀，大约煮2分钟左右，把所有的配菜煮至断生，煮成视频中这样就可以了。我们用漏勺把所有的配菜全部捞出来，放在准备好的大碗中，接着再次把锅里面的水烧开，然后把肉片一片一片的下在锅中。这里我们尽量的一片一片的下入，千万不能一股脑的全倒下去了，如果是那样的话，肉片会粘连在一起。全程开中小火慢慢的煮制，用筷子稍微的翻动一下，使其受热均匀。我们煮制的时间也不需要太长，水开以后大约煮1分钟左右就可以了，因为肉片比较容易熟。如果煮制的时间太长，肉片吃起来会很柴。煮制成视频中这样就差不多了，Q 弹 Q 弹的，看着都非常的有食欲。一道营养又美味的花汤肉片就这样做好了，是不是非常的简单？如果你也喜欢，就赶紧收藏起来试试吧。往碗中加入切好的葱花，增加香味，同时也点缀一下，这样做出来的酸汤肉片鲜香滑嫩，汤汁酸爽开胃，一人拌米饭真的是一绝。家中来客做上一盘这样的酸汤肉片，家人肯定夸你是大厨。稍微总结一下，肉片我们尽量的切厚一些，我们煮制的时间千万不能太长，一定要加入红薯淀粉。只要记住这几点，你也可以做出比饭店还好吃的酸汤肉片。如果今天的视频对您有一点点帮助，就麻烦点赞、收藏、留言并转发出去。点我头像还可以看到更多家常菜制作视频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简单的分享到这里啦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吧。